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松岭镇新庄村，也是我所在的村庄哈。我家呢是住在这个大湾组这里。虽然说我们村庄现在还属于这个国家级的深度贫困村，但是在80年前的话，我们这个村组，也就是大湾组这里的话，可是富甲一方的。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啊。上面是我们的村部，从这里下来呢，就是我们整个大湾组。它分2个组哈，这里分大湾组、大平组。这边呢叫大湾组，那边呢叫大平组。然后那个公路过去，那边还有一大片山呢，也都是我们这个组的。还有这边，这里路下去呢，就是我们家了。我们家呢，就是我爸他们3兄弟啊，这边就他们3兄弟，然后这里一大片山下去，一直到下面河底。我们整个村组呢，之前的户头呢，大概有20多户吧，总的这个山林加土地的面积应该是4000亩左右，所以地还是现在来算，地还是非常多。你们不要看这个村组啊，都是住在这个坡上的。但是80年前的话，这个地方真的是富甲一方，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地方总的住着有大概几十户人，那么有1/3的都是地主，也就是说人是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但是他们的土地呢，却在几十公里内都有。也就是说，地主嘛，就是土地非常多，他们的土地分布在几十公里内，好多地方都有。所以真正的土豪村主啊，这个地方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土豪到什么程度。那边那一个组，就是有一家人以前他们家银子非常多，然后呢，在那个土匪的那个年代吧，就是背着一筐银子出去，准备把它埋在地里面，但是背着出去之后呢，就在路上就被土匪给杀了。然后不知道那个银子有没有被抢走，还是说他已经埋起来了，这个不知道哈。这个故事是非常真实的，就是80年前发生的。然后还有我家这边，我家的房子这里，然后一直往下，在大概山腰的位置，有2-3家地主吧，是非常牛的。他们牛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个下面不是有一条河吗？就是那个时候，这边这家地主要娶老婆，要到对面也是一家地主啊，河对面也有一家地主，要到那个地方去娶老婆。然后呢，这个提亲的到对面去之后，那么对面的这个主人家就跟他说，你要来提亲，那你的这个银子能不能从你家摆到我家？就把这个提亲的问到了，提亲的就没办法回答。然后这个提亲的呢，就反过来问我们这个山脚下这一家人，那边是愿意，就是说他问你这个银子能不能从你的家门口一个一个的摆到他家的门口。你猜这边这一家人是怎么回答的？他就跟这个提亲的说，你过去问他摆双数还是摆单数，如果摆单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摆双的呢可能要差一点，就富到这么一个程度，是不是很有钱？我就跟大家说，我们整个村呢，现在是700多户，以前是多少户我不太清楚哈。也就是说，有1/3的地主是居住在我们这一个小组的。别看我们这个是山非常大，也非常陡，反正以前有钱的人都是住在我们这个村组。这个年限并不长哈，大概就是80-90年前。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你之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吧，经常听他们说，就是对面的那些住户啊，那些人啊，经常会看到我们这边这个山上有白马，跑动的白马，就是特别科幻的那种，就像一个精灵一样那种感觉，就是有白马跑动。而且他们是不止一次看到啊，就是我们这边这些老年人都在传，对面那些老年人也在传这个事情。他们说这个有白马跑动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山里面有大量的这个金子、银子之类的，这个他要现身，所以就以白马的这个形式来现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传说，反正就是村里老年人都是这么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
村主啊，以前住的就是富人啊，70、80年前住的就是富人，就是那些地主，就是非常有钱。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那些土匪啊，他来抢劫就是专门来抢我们这个主。我不是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下面有一个洞吗？就是被土匪来抢的时候熏死了100多人在那个洞里面，就在我们这个村主，就在我们这个主哈。所以说这个不是传闻哈，这个是真实的，就是以前很有钱的人都是住在我们这个主的特别是就是说有这个白马在这个山上面现身跑来跑去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吧。